电影、中文口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护理师》。男主汤姆原本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理师，不仅有着丰厚的薪水，而且在每次出工的时候，他都会顺手牵羊的偷一些伤者身上的财物来补贴家用。除此之外，汤姆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友小丽，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说，倒也算得上是爱情事业双丰收了。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最让汤姆烦心的就是他天生没有生育能力，自卑的他很害怕心爱的小丽会因此离自己而去，所以他会格外注意着小丽的一举一动。即使他和别的男人发个短信打个招呼，汤姆都会怀疑他有猫腻。男友的控制欲和疑神疑鬼的性格让小丽苦不堪言，但因为心里依然深爱着对方，所以平日里也就只能迁就着汤姆。直到这一天，汤姆和同事去接伤者的时候发生了车祸，开车的同事倒是没有什么大碍，可汤姆却硬生生的被压断了双腿，成为了残废。本就自卑的他从此变得更加的疑神疑鬼，再加上现在的他无法继续以前的工作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是一落千丈。在这种困难的时期，小丽只能每天晚上都出门做兼职赚钱。这样的日子一长，汤姆又开始不放心了，他甚至偷偷在小丽的手机里安装了一款监视的软件，小丽的一举一动都能通过小丽手机的摄像头传送到汤姆的电脑上。不过好在汤姆并没有发现妻子有什么出格的举动。这天晚上，汤姆被邻居老王家的狗叫声吵醒，显然邻居老王又不在家，难道老王是和小丽偷偷去约会了？疑心大起的汤姆焦急地给小丽打去了电话，可对方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。虽然第二天小丽解释昨晚是自己的手机没电了，但老王仍然心有余恨，于是他偷偷将很多细针掺杂进生肉排里，然后喂给老王的宠物狗。晚上，汤姆亲自做了烛光晚餐，想和小丽回归到从前的甜蜜状态中，小丽自然也是很欣慰。吃完饭后，汤姆先行去了浴室洗澡，而小丽则坐在沙发上和闺蜜聊着天。可奇怪的是，小丽发现自己每收到一条微信，汤姆的笔记本电脑就会响一声，这什么情况？小丽蹑手蹑脚地打开丈夫的笔记本，结果发现了汤姆监视自己的事实。她一瞬间觉得毛骨悚然，赶紧收拾行李离开了家。几天之后，实在忍受不住思念的汤姆找到了小丽工作的地方，却震惊地发现小丽居然和害自己出车祸的前同事相爱了，两人还一起去看了婴儿产品。看来小丽已经怀了同事的孩子。汤姆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他立刻购买了大量的麻醉药，然后打苦情牌将小丽骗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将其囚禁了起来。接下的时间里，汤姆一直用麻醉剂让小丽的双腿失去行动能力。隔壁的老王好几次都听见女人的叫喊声，便过来敲门询问。为了不让事情败露，汤姆残忍地杀害了老王，接着又以小丽去法国留学为借口，几句话就逃脱了警察的审讯。汤姆一心幻想着等到小丽生下孩子后，他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，却不知此时小丽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字：逃走。这一天，小丽趁着汤姆不在家，用私藏的指甲刀迅速割开了绑着自己的绳子，好不容易才爬出了房门。没想到这时汤姆正好从电梯里出来，两人在楼道里激烈的追逐着。最后小丽凭借着女主光环直接将汤姆推下了楼，不过汤姆并无性命之忧，只是落得个全身瘫痪的下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丽突然自称是汤姆的女友，从医院里接走了他回家照顾。看样子小丽的这些仇恨也是时候要向汤姆这位加害者来发泄了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